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6日星期六，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CNN， 拜登权衡是否将俄罗斯驱逐出金融安全网络。多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总统正在认真权衡是否支持将俄罗斯驱逐出 SWIFT 金融系统。SWIFT 是一个连接全球数千家金融机构的高安全性网络，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触发行动的决定一直取决于欧盟的同意。欧盟在数周来一直就该争议行动进行辩论，本周将最终决定是否继续推进。但官员们表示，美国官员和欧盟官员继续权衡各种选择，包括从网络中删除个别银行和实体，而不是整个俄罗斯经济。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此举将被视为毁灭性选择。拜登和他的助手们强调了阻止俄罗斯加入 SWIFT 是多么复杂，并指出美国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但自从拜登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新制裁以来，政府似乎正在向这一立场靠拢，因为其他欧洲盟友现在已经给予了支持。据一位官员称，政府已与美联储讨论了此事，美联储将参与任何决定。美国官员一直在与欧盟就可能采取的举措进行谈判。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如果被围困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沦陷，俄罗斯可能会受到额外的制裁，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包括将俄罗斯从 SWIFT 金融系统中删除。意大利表示将支持采取措施将俄罗斯驱逐出 SWIFT 金融系统。鉴于意大利经济对能源的影响，德拉吉的评论尤其引人注目，但德国是主要反对采取此行动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会发生核战争吗？普京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提醒欧洲，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核超级大国。这一警告唤起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在这样的冲突中，哪些城市会受到攻击？有多少受害者？核战争会是什么样子？核战争离我们很近吗？或只是我们吓唬自己？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在2019年模拟了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热核对抗将如何展开。这种情况将涉及冲突中的许多国家，主要是北约拥有军事基地的国家。第一次袭击，260万伤亡。根据模拟，俄罗斯将首先使用大约300枚核弹头和短程导弹进行攻击，打击北约基地和部队。北约将以飞机在俄罗斯目标上空携带的大约180枚弹头作为回应。伤亡在3个小时内达到260万。第二次袭击，340万人伤亡。随着欧洲陷入废墟，北约从美国本土发射了600枚弹头和针对俄罗斯核力量的潜艇导弹。俄罗斯用发射井、潜艇和公路机动车辆发射的导弹进行反击。这场冲突的继续仅持续45分钟，造成多达340万受害者的伤亡。第三步，完全无差别化。北约和俄罗斯将遵循普林斯顿大学制定的情景，对重要的经济和人口中心发动攻击，以阻碍对方的复苏。每个城市将使用5到10枚核弹头。热核战争将在45分钟内杀死8530万人。该研究估计，核战争将立即影响9150万人，这将在最初的4-5个小时内造成3410万人死亡，5740万人受伤。冲突后的景观是这样的：1945年的广岛，当时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超过80万人死亡，约7万人受伤。那些受辐射影响的人将在未来几年内增加死亡人数。普林斯顿大学的模拟始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中，莫斯科将首先用核武器进行打击。无论哪种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美国是第一个发动核打击的国家，结果或多或少是一样的。所提出的方案是基于在俄罗斯侵略的情况下如何考虑北约防御战略。在核战争期间，真的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
一切都被编程了，几乎没有时间阻止世界末日。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冷战期间，维持和平的脆弱原则是相互确保毁灭，也称为 MAD。这个想法是，没有一方敢按下按钮，因为没有人会赢。然而，生活不是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在战争方面。当冲突开始时，很难说它将如何结束。看看最近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案例，和启示录的威胁在1980年代隐约可见。世界是否正在倒退到这种情况？人类会从一场全球大流行走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吗？目前，核战争只是普林斯顿大学运行的一个假设场景，让我们希望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CBC News：BC 省零排放车辆的最新税收补贴受到欢迎。BC 省为人们增加了另一个激励措施，让他们从使用化石燃料的车辆转向使用电力或氢气的车辆，但目前的供应问题可能会阻碍买家享受这一政策。周二，该省宣布了几项新的税收措施，以实现其 Clean BC 气候行动计划的目标。该计划要求到2026年，该省销售的所有新乘用车中有 26% 是零排放车辆 ZEV， 到2030年将扩大到 90%， 到2035年将达到 100%。这些措施包括免除对二手零排放车辆支付省级销售税 PST， 自周三起生效，并将零排放车辆的乘用车附加税门槛从55000加元提高到75000加元。要获得 PST 豁免的资格，车辆必须行驶至少6000公里。零排放车辆包括电池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该省在其2022年预算中表示，零排放车辆的 PST 豁免今年将耗资2100万加元，明年将耗资2900万加元，但将有助于提高对那些想要电动汽车但买不起新车的人的销售。BC 的新免税政策将帮助人们在2027年2月到期之前负担得起二手零排放车辆。专家表示 ，BC 的零排放车辆授权于2019年5月通过立法，以及购买补贴以及安装充电站的补贴，已将该省推向加拿大零排放车辆的最前沿。BC 新车经销商协会表示，该省销售的所有新车中有 12% 是零排放车辆，而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与2020年同期相比，2021年第三季度的零排放车辆注册量增长了 38.5%。相反，汽油动力汽车的新注册量下降了 15.9%。你现在应该购买比特币吗？在2021年11月触及历史新高后，比特币价格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暴跌了近 50%。尽管加密货币持续下降，但 BTC 代币在过去5年中向投资者的回报率为 2900%。是的，加密货币本质上是极其不稳定和投机的。与股票或债券等资产类别相比，从根本上评估加密货币也是很困难。虽然这些区块链网络的实际效用正在增加，但鉴于目前有超过13000个数字代币在流通，可能很难选出谁是赢家。考虑到这些因素，让我们看看比特币是否值得在你的投资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比特币是2008年推出的第一个加密货币，它是点燃加密货币资产的火花。其白皮书解释了如何使用区块链网络来创建和构建点对点在线支付系统，而无需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作为中介。这意味着商家和消费者可以直接执行交易，从而降低相关成本和付款延迟。例如，商家可能必须向银行或 Visa 或万事达卡等支付服务商支付高达 3% 的费用，这对交易产生了负面影响。付款也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反映在商家的银行账户中。虽然比特币还没有取代传统的金融机构，但它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受欢迎。目前，它被视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并有几家上市公司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持有。比特币的市值为7330亿美元，占整个加密市场的 40%。它继续享有先发优势，并且仍然是最有价值的数字资产。
比特币不断上升的哈希率表明，其区块链网络多年来提高了安全性。哈希率是用于验证交易的计算能力的度量。此外，流通中的比特币总数限制为2100万枚硬币，使其具有反通货膨胀的性质。虽然少数散户投资者在2010年持有 BTC 代币，但现在大约有4000万账户接触比特币。在过去3年中，这一数字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并有望在未来10年内走高。一些对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的机构投资者，现在已经将其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了比特币和其他代币。如果您是具有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人，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加密货币，那么这种高度破坏性的资产类别不适合您的投资组合。或者，鉴于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广泛采用，对优质数字代币的长期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这些代币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其生态系统。虽然加密货币现在是投机性的，但它们可能会在未来扩展出更多的实用性，使这些代币具有可投资性和低风险性。简而言之，以目前的价格，比特币可能非常有利可图，但它并不是每个人的正确投资。您应该尽可能多关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代币。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